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时尚、商务、电影全面开花，射雕闷声干大事，星星之火已成。真正优秀的作品不会被埋没，经过时间的沉淀，反而历久弥新。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会被模仿，被奉为圭臬，经典永流传。微博演员1月热度报告。肖战热度 Top 1，热度指数 98.34， 主榜热搜213个，文娱热搜260个，涨粉17万，全站讨论量28484万，文娱媒体提及量2370次。肖战领衔出镜 TODS 2025春夏系列广告，同时这也是肖战第11支全球广告。电影、商务、时尚领域全面开花。2021年，肖战空降为 TODS 品牌全球代言人，2025也是肖战与 TODS 合作的第5年。跨年前后2个月时间，肖战拿下 Gucci Holiday 全球广告和中国新年大片，以及 TODS 早春、春夏2季全球广告，独此一份的殊荣。并且 TODS 早春、春夏2支全球广告是一次拍摄完成的。当你足够有影响力、实力和咖位的时候，高冷的奢牌也会因为你的行程安排而迁就你。来一次 TODS 意大利本部，就可以一口气连拍2支全球广告大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自2021年秋冬以来，这也是全球代言人肖战连续第9季出镜 TODS 成衣广告大片，2个月时间收获4支奢牌全球广告，并且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也登顶中国影史武侠电影票房冠军，可喜可贺。TODS 发布的2025春夏广告大片取景的为巴勒莫 Villa Tasca 庄园和西西里斯科佩洛海岸。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密钥延期至2025年3月31日。射雕江湖燃热血，侠义故事在扬鞭，带你走进不一样的武侠世界。这里有荡气回肠，侠之大者；有江湖纷争，家国天下；有千军万马的残酷战场，也有浪漫的儿女情长。肖战饰演的郭靖最贴合原著小说中的人物郭靖。以往影视作品中，郭靖是资质愚钝、傻的、木讷、不善言辞，以闷头闷脑的形象出现。实际上的郭靖并不傻，浓眉大眼，长相俊美，汉人皮香，草原气息，粗粝而高大，身体健壮结实，宽阔的额头，英气端正的面庞，看起来正气凛然，具有英雄气概，还有内心的纯粹与赤诚。耿直与善良，他重情重义，品德高尚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习得绝世武功，高手中高手，有力挽狂澜之力，也有侠之大者、忧国忧民之心。网友：这版本的郭靖演出了处于身份认同裂谷中的孤独感，演员长得好，身条好，让人相信这是天之骄女黄蓉一生所爱，有性魅力。这些是以往版本中没有演出来的，抛弃了傻而演出了纯极帅的角色，精准而细腻，演员演得惊艳。肖战饰演的郭靖更为真实而丰富，打破了大家以往对郭靖角色的刻板印象。郭靖是纯，不是傻，单纯、赤子之心，勤奋坚韧，执行力超强，不耍小聪明，大智若愚。能被黄蓉喜欢的郭靖，肯定是出色的、优秀的。肖战长相俊美，身高腿长，身材挺拔匀称，饰演的郭靖很出色，不仅有细腻精准的情感表达，还有好演技，演出了大家心目中的郭靖。塑造的角色更有力量和充满血肉的真实感，甚至在演绎的过程中，角色也在不断成长。肖战塑造的郭靖符合大家心心念念的郭靖形象。看射雕电影可以选择看特效厅，比如 Kinetio、4DX、IMAX 等，
会有不同的收获与惊喜。你能清晰地看到灵智给黄蓉戴的索命环上有小孔，里面有一条毒蛇。黄蓉在逃跑时，你能看到为什么黄蓉会用布料仔细包裹索命环，其实是为了堵住这些小孔，避免毒蛇出来咬伤自己。华筝为黄蓉包扎伤口，取下索命环时，用手摸了摸孔位，再用匕首划开布料，吹入雄黄粉，把毒蛇逼到远离这个小孔的位置，然后迅速剪断索命环。蒙古包井然有序的分布排列，看起来非常壮观宏大。蒙古士兵整齐划一，严阵以待。蓝天白云，阳光明媚，呈现出的画面效果很美，是充满秩序的壮美。两只白雕的喙颜色也是不一样的。华筝手上这只白雕喙是嫩黄色的，郭靖手上这只白雕喙是黑的。九阴真经公谱，甚至能够清楚上面的字。郭靖挂在树梢的风车，风车的中心是一个圆环，郭靖骑着马离去。透过这个圆环逐渐变小的身影，给人一种极致的浪漫，而且这种浪漫是点到即止，不上不下，让人留念不舍，想要紧紧抓住什么，触动心弦。看着离去的背影，满是孤寂与伤感。将军庙，郭靖与他的师傅们江南七怪。看2D 的时候，画面有点暗，有点看不清楚他们的脸，但是 Kinetio 厅则是完全可以看清楚的。一灯大师居住的地方宛如仙境，景色优美，不愧是精心制作的电影，实景拍摄的画面真的非常美。看特效厅的时候，这种视觉冲击感是非常强烈的。桃花岛也是真的好美，粉红色的桃花遍布整个小岛。桃花岛属于私人小岛，世外桃源的设置，是一个很适合隐居生活的地方，没有战乱之苦，没有江湖纷争。广袤无垠的草原，黄绿色的草，给人一望无际的空旷辽阔感。深秋时节，萧瑟的树干，逐渐枯萎的树叶，有黄色的，火红色的。特效厅大家看到的画面都是有颜色的，而且是贴近现实色感的颜色，点到即止的极致浪漫。电影最后的一个片段，郭靖、黄蓉两人在草原上策马奔驰，来到断崖之上。崖底是厮杀的战场，还可以看到有很多大型的旅公车。郭靖问黄蓉：“桃花岛没有战争，你要回去吗？”黄蓉笑而不答，反问道：“你呢？”郭靖说自己会戍守边关，还说以后有机会带黄蓉去草原看看。而黄蓉却说：“靖哥哥，其实草原我去过。”此时落日余晖，微风拂面，光影一绝，真的好会拍，中式留白，点到即止的极致浪漫。跟郭靖找黄蓉时，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小风车，并在石头上刻上蒙语笨蛋一词一样，而蒙语笨蛋字的尾巴就是郭靖离开的方向。黄蓉根据郭靖留下的线索一路追随来到草原。郭靖从中原回到草原时，见到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就是黄蓉。郭靖在听到黄蓉说出这句话后，沉浸在忧国忧民与悲悯情绪之中的他，皱起的眉头忽而展开，露出诧异又带点惊喜的表情。曾经见过的那个熟悉身影有了答案。徐克电影中的浪漫是纯粹自然，不需要渲染暧昧的浪漫，令人极为向往的浪漫。郭靖与黄蓉，他们没有直白地说出我爱你，但是却用行动来表达情感，我爱你入骨。他们没有亲密的动作，比如亲吻，但是却表出了你在哪我就在哪的羁绊，不离不弃。即使短暂分开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彼此知道自己离不开对方，所以相互寻找。雨夜相逢，引雷针，善缘香。重逢时，郭靖说的朵很好品，纯爱无敌。这种极致的浪漫，不是通过渲染氛围而营造出的浪漫气息，而是通过融入寻找的情节，一路发生的故事，所见所闻所想，包括台词部分，
演员细腻的表达与演绎来展现出的极致浪漫写意。南帝北丐，左边是石颖，右边是郭靖，拿回家洗一洗就有了。论肖战的可塑性有多强？同一时期，两者之间的变化之大，如下图所示。才刚拍完《射雕》，肖战就出席了新加坡拉夫劳伦线下活动。活动现场，绅士优雅，温润如玉，翩翩贵公子，那晚真的杀疯了，名动海外，大放异彩。肖战有一个非常珍贵的特质，那就是人格魅力极为强大，虽然他的角色魅力也很强大。大家看肖战主演的影视剧作品，会觉得他饰演的角色超级好，能够给你所有的想象。在角色滤镜的加持之下，更是觉得角色非常惊艳，惊为天人，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就好像发现了宝藏一样的感受，然后被圈粉，被角色征服，落入坑中走不出来。因为好奇去考古肖战本人，在没有了角色滤镜，你看到他本人，居然会神奇的觉得他真人更好，认为真人比角色还要好，风华绝代，一人千面，百闻不如一见。肖战的人格魅力非常强大，甚至是大于角色魅力，这太神奇了。反观去看其他演员，你不会有这种感觉。见到真人，在没有了角色滤镜的加持后，不会给你任何视觉震撼或想象成真的感觉，甚至超出想象的感觉。只有肖战有这种神奇的魅力。演员的工作就是服务于角色。肖战是一个好演员，不仅是拥有出色的演技，表达能力强，而且为了贴合角色，他会做出改变，只为更好塑造一个角色，全身心投入其中。所以他有很多爆款作品，也留下很多让观众为之难忘的角色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中一些视觉震撼场面，真假九阴真经的辨别。郭靖的九阴真经是气旋外凸，吸毒的则是气旋内凹，并且因为走火入魔的缘故，吸毒成甲抗撞，眼睑退缩，看着挺吓人的。蒙古军队驻扎的营地整齐规划，以圆状分布扩散，可以看出蒙古军队纪律严明，权势精锐。古代战场上的武器装备有投石器、巨型剑弩、火药，还有巨型战车等。两军对垒，千军万马的气势，让人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古战场，厮杀残酷，冷血无情，所过之处，白骨垒砌。发现没有？郭靖与欧阳锋打斗时，他对盟军下达的每一道指令都会得到整齐划一的回应。原因是什么？西征时，郭靖就被大汉封为纳言，是蒙古军队高级指挥官。对于士兵来说，郭靖说的话就是军令，所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，并听令行事。而且退后100步是带过兵的人才会下达的行之有效的指令。如果只说后退，那么后退多少呢？军队阵型势必会打乱，造成混乱局面。所以种种迹象表明，观众看到的郭靖是带过兵打过仗的郭靖，而且郭靖的心怀怜悯，忧国忧民，是他见过太多战争的血腥与惨烈的一面，他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，跟着母亲颠沛流离，在草原长大。郭靖对大汉说，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，而是忧国忧民，永怀怜悯之心，这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。前后都对得上，每一部剧情的发展走向都是合理的，具有逻辑性。台词多次提到和平。郭靖对托雷说，你是我的安达，不希望看到双方兵戎相见。郭靖的老师也说，希望天下太平，没有战争，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。要和平，不要战争，宣扬反战思想。但是当家园遭遇侵略，也会义无反顾挺身而出，置生死于度外，保家卫国，誓死守护黎民百姓，马革裹尸，在所不惜。郭靖与黄蓉手牵手阻挡在蒙古大军面前，守护宋土。
守护身后千千万万百姓的坚决与不容置疑，寸土不让，让人动容。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心怀怜悯与正义的人就是英雄。中式英雄不是个人主义，而是团结能够团结的所有力量，与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完全不同。这部电影除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武侠电影市场断档已久，武侠式微其实也是一些价值观的没落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的出现，让很多观众陷入了深度思考，或看到一些问题症结所在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郭靖，你会选择做金刀驸马，做兵马元帅，甚至是宋王，还是会选择回南宋，苦守南宋边城？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中，郭靖是侠，李萍是侠，黄蓉是侠，华筝也有自己的侠。李萍是一个非常有侠气的女人，正因为她的正确教导，郭靖才能成长得如此优秀。李萍与包惜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，李萍没有走包惜若的路线，而是顶天立地，靠自己撑起一片天，干苦力，雪地独自产子，靠吃马尸活下来，一路颠沛流离来到草原讨生活。她是一个特别坚韧、强大的女人，有远见、格局和侠义，最后更是为了家国大义，为了自己的孩子自戕。换作你是李萍，你会如何？看完电影陷入了沉思，看到的、感受到的一些内容，振聋发聩。在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，依然坚守初心，具有很高的道德底线，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，他们毅然决然，无私奉献，付出，甚至是牺牲自己，换来家国安泰，海晏河清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称之为英雄，是真正的侠之大者。